演义中的神魔世界，最厉害的神仙就是大罗金仙级别的元始天尊、老子、通天教主、接引道人、准提道人，当然还有个超级大佬红军老祖。可其实要说到封神里最不能得罪的神仙，真的是情愿得罪这些大佬，也不能得罪他。常言道，阎王好惹，小鬼难缠。封神里也差不多，对于这些教主级别的圣人，是不会放低身份与你计较的，毕竟大人物都是讲脸面的。演义中的封神大战，截教仙这边是弟子级别的，阐教仙也得是弟子级别的，例如杨戬、哪吒、金吒、木吒、雷震子等等。不过整场封神大战圣人级别的大战，都是好几个圣人群殴通天教主，有时候元始天尊也会以大欺小，但总的来说圣人还是讲规矩的，因此得罪他们的后果不是很严重。例如广成子在师叔通天教主的碧游宫，把龟灵圣母打出了原形，通天教主也没有出手惩治广成子。当然通天教主也是很生气的，这不没过多久，就派首席弟子多宝道人去布置诛仙阵。在封神里阐教与截教的争斗还是挺讲规矩的，顶多就是姜子牙回昆仑山搬救兵的次数有点多，可自从有一位神仙不请自来帮助姜子牙后，这阐教仙是越来越没有节操，甚至变得有点阴险。这位神仙也是本文的主角，看过他的本事，要书生说真的是情愿得罪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、接引道人、准提道人这些圣人，也不愿意得罪他。他的手段太阴险，也太诡异了。当然这次是姜子牙和周武王的伐纣大军遇到劲敌了，阐教12金仙来相助都打不过这位截教仙。在封神中，姜子牙是阐教的代表，他遵从天命辅佐周武王讨伐宠信妖妃妲己的商纣王，本来这是人间的事，与修行者无关，可惜姜子牙的师弟申公豹嫉妒心作祟，非要与姜子牙作对，因此一气之下叛出阐教，去朝歌投靠商纣王，准备逆天而行，帮助商纣王消灭周武王。熟读演义都知道，元始天尊明明白白地告诉过自己的弟子，周武王姬发是天命所归，申公豹非要对付姜子牙，申公公已疯呀。很明显阐教仙都会相助姜子牙了，没办法，申公豹只能去找截教仙。当然这也是因为文太师是通天教主的徒孙。申公豹利用文太师在截教的人脉，不断喊出道友请留步。遇到申公豹这个绝世衰神，真心是倒血霉，无数道友被他送上了封神榜。这位截教仙也不例外，他就是姜子牙遇到的那位劲敌，阐教12金仙都被他一人给打败了。话说文太师和申公豹请来了截教10天军，布置了10绝阵，以此来阻挡姜子牙和周武王的伐纣大军。可很快姜子牙在阐教12金仙的帮助下破了10绝阵中6阵。文太师一看情况不妙，就苦思良策，忽然就想起了峨眉山罗浮洞的赵公明，心想那把他请来就大事定矣。在封神中，文太师是截教女仙之首金灵圣母的徒弟，这面子很大，因此文太师亲自去请师叔赵公明，又讲了截教10天军被杀了6个。当时赵公明就火大了，很快就骑着黑虎下山，来到了商军大营。第二天赵公明就骑着黑虎在周军大营门前叫阵，叫姜子牙来见自己。哪吒听闻马上去报，姜子牙骑马出来相见。赵公明说姜子牙害死了截教6天军，害死了自己6个朋友，今天要和你见个高低。话刚一说完，赵公明就骑着黑虎手拿双鞭向姜子牙攻去。姜子牙急忙用剑迎战，没几个回合，姜子牙就被赵公明一鞭子给打落下马。哪吒急忙相助，用火尖枪挡住了赵公明，金吒趁机就回了姜子牙。可惜此时的姜子牙被赵公明打中了后心，当场就死了。当然姜子牙有主角光环，他死了这封神大战还怎么封神呀？元始天尊早就算出姜子牙有此死劫了，因此早就命广成子拿着丹药来救，很快姜子牙就起死回生了。可问题是赵公明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很快连续5位阐教金仙，黄龙真人、广成子、赤精子、玉鼎真人、道恒天尊都被打败了。
就连阐教副教主燃灯道人都被打得落荒而逃。不过不是燃灯道人实力不行，而是赵公明的法宝24诸天定海珠和缚龙锁太厉害了。讲真，燃灯道人的运气不错，逃跑的途中遇到了散仙草宝和萧生，两位散仙相助，燃灯道人与赵公明打了起来。这次赵公明的法宝是遇到克星了，很快缚龙锁和定海珠都被萧生的落宝金钱给套走了。赵公明见失了法宝，大怒，一边就打死了萧生。燃灯道人一看不妙，就记起乾坤尺偷袭，赵公明被打伤，只能逃回商营。话说赵公明失去了定海珠，心中特别不爽，但是手中没有法宝，怎么对付燃灯道人呢？因此就去向自己的3个义妹三霄娘娘借法宝。赵公明借来了金蛟剪，这法宝是通天教主亲手炼的，赵公明本身战力就可力敌金仙，又有金蛟剪在手，阐教12金仙被打得没脾气，根本打不过呀。当然都知道周武王姬发是天命之子，姜子牙是想睡觉就有枕头从天而降，一位神秘的路鸦道人从天而降，教了姜子牙一个秘术，钉头七剑术射杀赵公明。这其实就是一个诅咒术。姜子牙在周营扎了一个草人，草人身上写着赵公明3字，姜子牙念咒语拜草人，连拜几天，赵公明被拜得神志不清。按路鸦道人的说法，连续拜21日，赵公明就死定了。几天后，赵公明已经在商营昏睡不醒了。最后一天，路鸦道人叫姜子牙用箭射草人，一箭射左眼，赵公明左眼闭了；二箭射右眼，赵公明右眼闭了；三箭射心窝。姜子牙射完草人，赵公明在商营死于非命。后来三霄娘娘来看一凶，发现赵公明死状凄惨，眼睛和心口还在流血。大家看看路鸦道人的手段，这钉头七剑术太诡异太阴险了，连金仙修为的赵公明都能诅咒死，试问谁敢得罪他？得罪他估计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是不是情愿得罪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也不能得罪他？